为什么全世界人的笑声都是哈哈哈？最近在看外国的电影，发现他们在大笑的时候也是发出哈哈哈的笑声。他们为什么不根据自己的语言去笑，反而和我们一样哈哈哈呢？难道笑声不受母语影响吗？这里是知识天地，这里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笑声的本质、特点和社会意义。首先，从笑声的本质来讲，笑声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，是人们在感到心情愉悦的时候自发的一种语气词，是人类表达自己情感的一种方式。第二，从发音特点来讲，笑声有自己独特的发音方式。笑声的特点是短促且高频，没有任何技巧，不需要我们像说话发音吐字那样需要不断的变换气息和口型。哈哈哈的发音很简单，就是没有情绪变化的时候，肋间肌让胸腔不断的收缩或者是扩张，体内的气流被挤压，经过气管和口腔释放出来，轻轻松松就能发出哈这个音。而且因为全世界人类身体构造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哈这种无任何技巧的发音才能成为一种通用的表达情绪的方式，只需费很小的力气就能发出这类声音。第三，从社会意义来讲，笑声是一种交流的方式，表达的是人类的感情。根据进化论，我们能知道，人类都是由猿进化来的，同属于一类祖先。在没有语言的时候，早期的猿人就能通过简单的语气词和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比如说开心的时候，就简单的发出哈哈哈的声音，轻松愉快，向别人传达自己的喜悦；而当生气的时候，可能发出的就是哼此类的声音，表达自己的愤怒。而且牙牙学语的孩子最先发出的也是简单的语气词，他们会模仿大人，会通过学习来表达自己的情绪。归根结底，笑声是一种情感表达，而并不是语言沟通上的表达，所以全世界的笑声才那么雷同。笑声是如何产生的？为啥我们有时候控制不了呢？首先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笑声属于人的生理机制，准确的来说是和大脑的中枢神经有关。在感知到外界的刺激，比如说看到美女帅哥之后，眼睛会将这一刺激传递到大脑的中枢神经中，大脑感知到美女帅哥的信号之后，觉得心情愉悦，就会将多巴胺释放出来，传递到管理心情的神经中枢那儿，就会表现出笑的行为，是那种抑制不住的笑容。这是在大脑内部笑声产生的运作方式，表现在躯体上就是哈哈哈的笑声。这是因为神经系统接收到笑的信号之后，传达到了呼吸道和全身的肌肉处，这时候呼吸就会变得非常急促，同时腹部和面部的肌肉开始收缩，体内的气体开始冲击声带。我们体内的气流需要从身体内部出来，如果闭嘴的话是发不出声音的。这时候神经中枢又会把信号传到管理嘴巴的肌肉这里，迫使嘴巴张开，做出特定的口型，气流冲出来就发出了哈哈哈的声音。要是变换口型的话，还会发出其他的奇奇怪怪的笑声。所以说，笑声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，是身体机制的一种本能反应，是人类天生的一种反应，不需要主动去学习。其次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，笑声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纽带，社交属性极强。试想一下，一个经常开怀大笑的人和一个经常垮脸的人，你喜欢跟哪个进行交流？毫无疑问，肯定是那个整天笑哈哈的人。这就是笑声的社会属性。笑声是能向其他人传递自己情绪的方式，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亲切、很善良、很好接触，和你在一起能感到快乐和舒适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靠近你，你就会有更多的朋友。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，不管语言通用不通用，只要你通过笑容向别人传达了友好的信号，那么就能打破不同语言沟通的壁垒，打破尴尬和紧张的氛围，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，笑声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经常开怀大笑的人能通过哈哈大笑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和焦虑，什么事都不往心里藏，身体才会更健康。大笑可能导致死亡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古代甚至专门有笑刑，能让你在痛苦中死去。17世纪的欧洲，人们发明了笑刑，将犯了错的人或者是别国的俘虏绑在凳子上，把犯人的鞋脱掉，在脚心的地方抹上厚厚的蜂蜜，让山羊来舔犯人脚心的蜂蜜，犯人就会哈哈大笑，不断的笑，笑到最后呛口水窒息而亡。这是因为人在持续大笑的时候，只有呼出来的气体，而吸进肺里的空气很少。
肺里的氧气不能及时得到补充，人就会窒息。而且大笑的时候，人全身都在抽动，心脏不断收缩。当心脏高频率收缩时，就会感到乏力，就会想歇一歇。这时候心脏就会骤停，人就会昏厥过去。而且大笑不止不断昏厥，还会引起下丘脑的局部病变，影响小脑，就算不死，也会落得个智障的下场。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因为笑而死亡的人，比如说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，他是一个画工非常一流的人，画的画作栩栩如生，惹得小昆虫都以为是真的而来啄食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天才，却死在了自己的画作上。他因为自己的画作特别搞笑，而一直哈哈大笑，看一眼就笑，看一眼就笑，甚至倒在地上哈哈笑，最后因为一口气没上来而憋死了。还有亚拉贡的一个国王，因为消化不良的问题，想转移身体的痛苦，就每天让小丑来给他讲笑话。因为小丑的笑话太搞笑了，这位国王捧腹大笑，因为消化问题和缺氧问题而死亡。没想到吧？大笑还是一把双刃剑，宣泄情绪的同时，还可能导致死亡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